大家好，欢迎来到爱台湾，我是 Brian。我们大家现在想到同志游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画面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但是你知道吗？第一次现代的同志游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很多观众已经知道 Pride 的来源，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大部分的地方都会在6月参加同志游行这一种活动。在我开始解释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应该也会再出1-2部 LGBT 相关的影片，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种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因为我接下来的影片也会有特别来宾哦。那我们就开始咯。在台湾，我们很幸运，每年的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可以参加台湾同志游行。今年的同志游行是在10月31号，记得我要当主持人哦，所以希望那一天会看到大家。但是呢，第一次同志游行跟现在的去跟朋友走，然后跳舞听音乐是完全不一样。Pride 的故事其实是从美国纽约开始的，应该有很多人有听过狮墙酒吧。In the 1960s, the West Village in New York City became somewhat of a gathering place for gay people and home to many underground gay venues. The Stonewall Inn was particularly known for being a place where trans people, drag queens, and homeless queer youth could gather safely. It was considered a safe space not only by the nature of being for queer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it gave young homeless queer individuals a place off the streets to be. 这个酒吧在6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 LGBTQ 的人常会去聚会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会去那边？就是因为那边的老板是流氓，那些流氓有把钱给警察，叫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骚扰他们 LGBTQ 的客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一个同志其实是违法的行为，在美国。In the 1950s and 60s, homosexuality was still considered sodomy and illegal in 49 states. The punishments varied greatly by state, ranging from heavy fines to imprisonment. In society, members of the gay community were often subject to violence,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In New York City, gay bars were havens for people with diverse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gender identities, places where they could avoid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为什么流氓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想多赚一点钱，他们把他们饮料的费用拉高了，所以可以多赚那一些 LGBTQ 群组的人的钱。虽然流氓也有给警察钱，但是其实警察还是常常会到那个酒吧去抓他们的客人，把他们带走。During that era, police raiding gay bars and arresting patrons was a routine affair. 有一天晚上，在1969年6月的28号凌晨，9位警察又到哪一个酒吧，一样是要去抓人，但是他们那一次比较大的目的其实是要逼那一个酒吧关门。那一天晚上，在那边的客人都受够了，有一些人说有几位少数民族的跨性别女性是有站出来，让大家更勇敢反抗警察的行为。Led by trans women like Marsha P. Johnson, Sylvia Rivera, and Miss Major. 警察正在抓人走的时候，外面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在集合抗议警察这样子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其实还蛮暴力的，有一些人跟警察对打啊，他们有丢玻璃瓶啊什么的。最后那9位警察就跑进去那个酒吧，然后把门挡起来，所以他们进不去。然后最后外面的民众真的生气到他们把那个酒吧烧掉了。那后来有一些纽约市的其他警察来了，帮原本去的警察，那9位警察又逃走，然后最后他们是有办法让那天晚上的抗议静下来。但是隔一天大家开始听到那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越来越多人跑去狮墙酒吧那边继续抗议。第二天的那一个晚上，
有2000人左右在街上抗议。那这些抗议活动又继续到7月1号。You know, the old saying is that the first Pride Parade was a riot. 对 LGBTQ 的群组的人来说，那几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伤痕非常非常的深，他们不会再忘掉这件事了。因为这样子之后，有越来越多人参加 LGBTQ 相关的社会运动，导致最后有一个 Gay Liberation Front（GLF） 成立。GLF 跟其他协会在那一年的11月开始讨论，他们可以做什么来纪念石墙那边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他们决定，他们要在每一年的6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举办一个游行，来纪念那一些发生的事情。他们一直计划下去，到1970年6月28号，也就是石墙暴动的周年纪念日，他们又上街走游行。On the 1-year anniversary of the riots, they also organized the first Gay Pride Parade. 这个属于现代迪士里面第一个同志游行。那一次，他们从石墙酒吧走到中央公园，因为那个时候当同志还是违法的，所以参加那一次的游行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一次出来走游行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性会被警察抓走了。所以有人说，最一开始大家走游行的时候，走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那一个游行跟我们现在想到的没有音乐，没有人家在跳舞，它比较像一个抗议活动。There was no music, no dancing, no glitter. It was a legitimate risk to walk out and march that night, and it was a sign of resistance. 办了那一次游行之后，越来越多美国的城市开始在6月举办自己的游行。到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同志游行活动，然后也会办在6月。为什么是6月？就是因为石墙暴动事件。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人是有这个自由可以出来做自己。我们还是要记得，也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么的幸运。今年的同志游行是在10月31号，记得我要当主持人哦，所以希望那一天会看到大家。喜欢这一次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之后，也要记得开全部通知，因为这样子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影片。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谢谢来到 Brian 爱台湾，我们下次见哦，拜拜。